你好，我是独活男子 Leslie， 欢迎收看我的日本生活记录影片。拍摄了许多京都的寺院神社后，很容易有种迷思，以为古都只有一种时间累积的美感。其实在街头巷弄中，还有很多不一样的面貌，有些不那么张扬的美，那是一种被生活培养的人文气息。分享京都世间另类的艺术空间，这里除了人少，可以好好的欣赏展品，每个角落还极具个性，能满足喜欢拍照的心情。有设计感十足的京瓷美术馆，五家住宅改建的清中根富馆，藏在巷弄中的河井宽次郎纪念馆，以及借景东山的庭园白沙村庄。现在就跟我一起来一趟以艺术为名的心灵之旅吧。穿过平安神宫前的超大鸟居，旁边带有古典气质的现代建筑，就是京瓷美术馆。京瓷美术馆于1933年开馆，并在2017年改修增建了现代元素，成为今天的模样。通过 B1 的入口，走上台阶，挑高的大厅以宽敞明亮的空间迎接访客。透过玻璃与光影的交互设计，让建筑本身就像一件艺术品。圆弧的回旋梯与直线的回廊，在线条、材质与光影的交叠中，走出了艺术的气质。回廊的天花板是彩绘玻璃，加上大理石台阶及墙面，在晕黄的灯光照射下，一秒就让人仿佛置身于欧洲的建筑空间里。光之厅的屋顶是大面玻璃，加上圆弧柱状的结构，自然光倾泻到室内空间里，有股重获新生的典雅。参访的时候，正好在展出 Kuji Cosmos。即使我对精品没有太大的兴趣，但仍然很好奇，这些奢侈品会怎么与艺术结合呢？先从品牌的理念开启这段品味的旅程。进入展间后， Kuji 的产品像是艺术品一样，在玻璃展柜里向访客展现魅力。有趣的是，工作人员就像精品店里的挑剔员工，戴着白手套，不断地擦拭玻璃上的指纹。从产品的设计理念分成几个主题展区，就算是买不起精品的我，也忍不住想一窥 Kuji 的灵感来源。结束后，还可以在 B1 入口旁边的纪念品店及咖啡馆休息一下，把艺术的品味带回家。
外面还有个日式庭园，从这个角度再好好的欣赏一下建筑的外观。金池美术馆是日本现存公立美术馆中最古老的本馆建筑，可以和一旁的平安神宫或动物园，甚至是附近的冈崎神社或南禅寺，串成一段品味之旅，感受京都的人文风情。参观完人生寺的时候，我被旁边这间古宅吸引了。走近一看，才知道这是一间美术馆。这间清中根付馆是1820年的武家宅邸改建的美术馆，以根付为展览主题。根付是古人腰间挂着的小吊饰，是精致又美观的小饰品。馆内保留了原始木造结构，踩在木头地板上，还听得到嘎吱声响。带有温度的接触，加强了五感的沉浸体验。展柜里的小物件，每一件都非常细致，有动物，有妖怪，有神话人物，每个都藏着一段故事。既然是武家住宅改造的展间，当然也保留了武士生活时的痕迹。我喜欢这里的原因是，这里不像印象中的美术馆，反而更像是走进历史课本里，置身于古老的空间中，用古人的视角欣赏艺术。近距离接触古人的生活点滴，同时感受人文与艺术的熏陶，在这无人打扰的1个小时里，像是做了一场穿越时空的美梦。清中根付馆旁边就是古老的佛寺人生寺，适合串成一个半日行程，用古典的艺术品味，为京都之旅充饱精神的能量。10月的京都巷弄间，飘着淡淡的金木犀香味，让人迷惑的气味，需要很仔细的查看地图，才不会错过河井宽次郎纪念馆。外观是纯粹的京都町家，一进门却有一种被时间包围的感觉。河井宽次郎是日本近代陶艺界的传奇人物，
作品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。他生前住的这栋房子，现在变成了纪念馆。虽然观光客不多，却是一间充满温度的小屋。室内空间没有太多展示解说牌，反而更像是走入艺术家的生活。有工作室、书墙、老炉灶、起居室，还有他亲手做的家具与陶器。近距离观察他的工作室，或是坐在榻榻米上欣赏展品，深入空间的艺术气息，感觉看世界的视角都跟着变得柔和了。在河井宽次郎纪念馆里面，感觉不是来参观一个人物，而是走进一个艺术家的日常。在怀旧的转角里，偶遇品味的熏陶。哲学之道的起点，除了知名的世界遗产银阁寺，还有间低调的美术馆白沙村庄。这里是画家桥本观雪的宅邸与画室，也是他在昭和时期打造的艺术空间。沿着动线走进庭园，就会发现这里的艺术展品不只有存在于室内，庭园里还有很多从平安到镰仓时代的石塔、石灯笼及石佛。这座慈泉回游式庭园占地7400平方公尺，被指定为国家风景名胜。庭园与建筑也都是桥本观雪的设计作品，境内处处体现它的美学情趣。
纯鼓楼是庭园里的中心建筑，在芙蓉池的映衬下显得典雅温柔。走进室内，接受与桥本观雪一样的创作灵感刺激。从另一侧欣赏纯鼓楼，在石塔与植栽的衬托下，回归建筑的质朴气息。各色植栽让庭园像是一幅多彩的山水画，摇晃的树影为古迹注入活力，古意的庭园却有股充满希望的生机。美术馆里除了展示桥本观雪的画作，不定期也会有一些联展，能感受多元丰富的艺术品味。走上美术馆的2楼，借景东山的庭园变身成一幅巨大的天然画作，用一览无遗的视角慢慢的欣赏。东山、庭园与建筑和谐地融合在一起，一如桥本观雪对于和的理解。大胆的画风中藏着细腻的笔触，让人回味无穷。白沙村庄位在哲学之道的起点，可以和银阁寺、法兰院串成一个一日行程，或是另一个方向的真如堂及境界光明寺。欣赏被自然环抱的古迹，感受京都的宁静。京都的美，不只有观光人潮认证的古迹寺院，还有那些令人惊叹的艺术品，以及老屋保留的生活细节及人文足迹。走进空间里，站在展品前，静静地发呆几分钟，留下一张与艺术交融的合照。那是感知人文时的启发，也是提升品味后的感动。如果你也喜欢用另类的视角体验京都的另一种美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起拥抱古都特有的艺术品味。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。3 months later in the airport, 6 feet tall, approaching me slow, a kiss that flies me through the rooftop. The background dissolves into nothing at all.